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组装了一个 IGBT 驱动电路，用了4个3极管，这个做的比较粗糙。如果要用 PCB 板就比较好了。这个电路用了几个电阻，4个3极管，一个电容，一个5伏稳压管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波形以及供电。好，我们测一下它的供电，这端是接地，我们量一下它的供电。供电是 20.4 伏。IGBT 模块的驱动电压我们量一下，我们看它是在正电压和负电压之间转换的。下面我们用示波器测量一下，我们看用示波器就比较直观了。我们看它有正电压也有负电压，正电压呢是正15伏，负电压呢是负5伏。波形是非常标准的，这是一个50，这是一个1赫兹的方波。下面我们把它的频率改一下，我们看这是一个35赫兹的方波，32赫兹，同样波形非常的标准，说明这个驱动电路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个电路呢能够用一个正的20伏产生一个双电源，也就是一个正15伏一个负5伏。它用了一个5伏的稳压管，它的供电是20伏，前边是 MCU 送来的信号，经过这个光耦合把信号加到这个3极管的基极。当光耦导通的时候，这个3极管基极为高电位，这个3极管导通加到这个3极管的基极，这个3极管为低电位，这个3极管截止。由于这个3极管的截止，这个3极管的基电极为高电位，这2个3极管的基极为高电位，所以上管导通，给 IGBT 供一个15伏的电压。这时 IGBT 的门级回路是这个管的极电极、发射极、10欧电阻、门级，这个 IGBT 的发射极，这个 D， 也就是这个稳压管的负极端5伏，所以它是一个15伏的供电。当上管截止下管导通的时候，由于这个门级电压通过这个10欧电阻，然后通过这个3极管的发射极、极电极直接接到了电源的负极，这个 IGBT 的发射极是接在这个5伏稳压管的负极的，所以这个位置为5伏，也就是说这个 IGBT 的发射极为5伏，它的门级电压为0伏。如果把这个位置看为0伏的话，那么它的门级就是负5伏，所以就完成了一个 IGBT 模块的驱动。所以这个电路还是很实用的。如果需要保护电路呢，我们可以另加保护电路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